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We're in Milan. Yeah. Cool like Mr. Wilson, you can call me Beach Boy. Revolvers on the stereo, McCartney and the boys. London town, show 'em how, break it down, down, down. Feeling so high and I'm privy to the notion. Let's ride these vibes, get this party into motion. Good morning， 今天是 Day 3， 我们只剩4个人了。今天我们的行程比较宽松，就是吃个 brunch， 然后逛中古店。我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了，今天早上已经在我的地图上 mark 了很多的中古店。这好健康！它这个米是红色的，是跟这个吗？又有这个菜花，这应该是这个吧？Hello， 小伙伴们，我们今天逛了一些中古店，但是没有很多的收获。第一家是一家老奶奶开的店，它特别的隐蔽，在一个院子里面，需要按门铃进去。它在楼下的那一层，也是需要他带我们从门口再走一个楼梯下去的。它的东西其实还算不错的了。在我们前面进去的一个小姐姐买了一个 Chanel 的 Vintage 的包，然后第二家那家是一家连锁的，但是它店比较小。第三家是更小，只有女装，所以因为这3家在比较近，就是一个区域，所以我们把那3家逛了，就没有很大的收获。然后我们还逛了2家 D-Mag， 那个是一个designer clothing outlet， 就是那边还挺好逛的，有时候不小心就会淘到一点宝，但是需要耐心。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下午的行程了。然后现在我们在 Chinatown 这边吃一家韩国烤肉。吃完烤肉了，我觉得那家烤肉一般吧。现在我们在 Chinatown 这边打算喝个奶茶，然后我们找的这家店叫 Foodie， 主要是我看它有芋圆，然后评价还不错。这里是鱼豆腐、鸡肉丸、鱼丸，然后这个是混合的鱼丸。混合的鱼丸来。混合的来啊。
们现在坐电车回家，刚刚买了吃的东西。这个电车好有趣啊！车上只有我们4个人，包车。到了。他们这个电车就跟三藩那个电车差不多。好冷呀！回家还有甜点夜宵，因为刚刚店里面那边没什么座位，只能站着吃。到家了，这是我们这次在米兰的 Airbnb。然后我今天是带购物袋出门的，因为在米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防盗。低调起见，我只需要购物袋，买了东西就可以放在里面。甜点开箱。我们买了2份芋圆，哇，它这打包还挺好的，先用保鲜膜包一下。奶盖是谁的？奶盖是 Anthony 的。奶茶是你的。奶茶是我的。2份芋圆，4杯奶茶，然后还有2份煎饼果子。还有1份关东煮，太丰富了，太丰富了。这份是关东煮。没有童年馋到那种节约那种的感觉。节约什么？回桥。今天我们有个最大的收获，就是 Priscilla 的5合1包买到了。那个特别奇怪，就是我们一共去了米兰这边的3家 LV 吧，然后昨天都说没货。今天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去换皮带，因为我帮我爸买了一条皮带，但是我觉得太小了，所以去换一条大的。刚刚进去的时候也是说没有，然后换完皮带之后，他突然问：“哎，你刚刚说的是哪个包？”然后一看，结果就变成有了，所以也是非常奇怪。虽然这个包也是很难买到，但是是今天最大的收获了。他也是突然就抓了。对啊，就很奇怪，突然就是。他是问什么颜色来着？对，他说什么颜色？你那个什么颜色？不就那种颜色吗？但是我们首先是一进去就问他有没有那个包，他说没有。然后我说哦，那好吧，那我就是皮带换一个 size。然后换完皮带之后，他又问，哎，你刚刚像什么颜色那个包？然后就一查，他说哦有，就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有还是没有。难怪。不太理解。不知道，难道是要配货吗？看了一下 profile， 说，哎，他的配货够了，可以给他。Good morning， 现在是早晨8点多，然后我们是明天的飞机回美国，所以今天按美国的要求是1天之内的核酸检测。今天早上我们打算去做一个核酸检测，我们已经踩点好了。就是其实意大利各大药房很多都可以做，然后我们找了一家，我们住的附近，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就在车站里面有一个。现在一大早要过去排队，因为他们现在晚上很难约。就在车站这里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就是排进去就可以了。Antigen 是1个人15欧。这是做完的人在发报告。Hello， 我拿到我的核酸报告了，一共花了大概2个小时，现在10点8，有这张，明天就可以回去喽。来吃个早餐，这是一家很有名的 croissant 店。I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too. Many times I know I don't do what I should do, even when I know it's good for me. And I don't really have an excuse, but you know, maybe it is time to try again. Maybe I'm the first to tell you that. 这家店早上好多人呀，但是外面还是有座位的。里面的东西 filling。Can I have some of that？ 要我帮你吃吗？海西鸭。你这都吃过了吗？这个？都吃过了。这个吃过了吗？好谁哦？好，那我剩你。
这个就非常有天啦。哦，这是 white chocolate。这个挺好吃的。white chocolate， 黑色的是 white chocolate。我以为是 vanilla 呢。这谁吃呢？I nominate you。你不吃吗 You。让我吃吧。这样一坨。现在我们要去米兰的另一个重点，除了米兰大教堂是什么？是最后的晚餐。Yes， 达芬奇的旷世巨作《最后的晚餐》。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们经过了这个在米兰很有名的建筑，叫做 Bosco Vertical， 好像就是它的楼里面种了好多的树啊、植物啊。这栋楼里面一共有800多棵树，所以每一户相当于都有自己的私家花园。最后的晚餐就在我背后的这栋建筑里面呢。这个的门票可以说是整个意大利之行需要最早买的门票，因为这个真的超级火。以前 summer 的时候，我看有的人说提早1个月甚至为了买它的票。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最后的晚餐吧。大家可能都看过的《最后的晚餐》其实是一幅大型壁画，文艺复兴时期由意大利艺术家达芬奇所创作，以圣经中耶稣跟12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为题材，绘于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多明我会院的食堂的墙壁上。198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幅画的画面利用透视原理，使观众感觉房间随着画面得到了延伸。画面中人物惊恐、愤怒、怀疑、剖白等神态以及手势、眼神和行为都刻画得精细入微、惟妙惟肖。嗨，现在才是我们真正的 The Last Supper。我们现在在一家海鲜店，今晚的最后一餐也是在意大利的最后一餐，就是吃海鲜。我们要点这个超大海鲜盘，一盘是118欧，然后有各种混合的海鲜。这盘海鲜118欧，纽约可能要300。是生的，它一定要很新鲜哎。这一顿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能吃，像我妈。这是我们的龙虾粥，吃完生的海鲜，很适合来一碗热的龙虾粥。虽然是痛风套餐。龙虾粥一锅是38欧，大概可以盛5碗。还有最后一碗是墨鱼面，在意大利最后一碗墨鱼面，就不一样。很不一样。会不会这样更好？墨鱼的味道更浓一点。但这家能吃到墨鱼脆脆的口感。How was my pig tonight? Excellent. Thank you. 那我们意大利之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记得帮我点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